嗨，大家好，又来到了杰克都在玩系列。阿联酋商务舱跟头等舱的差别，而且呢2种机型，空中巴士 A380，还有波音的777系列。我先大概说明一下呢，我这一次做的，然后我会完整的开箱，不管是机场接送、机场贵宾室、飞机上的东西，还有过夜包，所有东西都会开箱。杰克这一次呢是从台湾出发，调到马尔地夫，中间呢到杜拜去转机。回程的时候呢，是从马尔地夫到杜拜，然后我最后在杜拜呢玩了3天2夜，再从杜拜飞回台湾。阿联酋呢，好处是什么？不管你坐商务舱还是头等舱，都有机场接送。不管你在台湾、杜拜，都有机场接送。我们先讲台湾，我出发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坐商务舱的客人，那你就是大概是 Lexus 系列的车子。如果呢你是头等舱的客人，就是 S 系列的车子。那如果你是夫妻2个，你可以预约2台车。那2台车如果行李如果你是只有1台车，因为有时候行李箱放不下，你可以跟他跟他要求说可不可以变成1台大车。大车呢，在台湾我回程的时候坐1台大车，就是 V Class 宾士的 V Class， 然后来去接，然后你可以装很多行李，又坐2个人。这是在台湾的部分机场接送。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呢，你就是直接很简单，就是报到。那头等舱跟商务舱当然就是有差别。我去的时候是坐商务舱，台湾飞杜拜是 A380 双层的。以前早期的阿联酋第2层有经济舱，现在没有了。现在第2层呢就是商务舱跟头等舱。在台湾呢的贵宾室呢，阿联酋是使用华航的，所以你是要进华航的贵宾室。华航贵宾室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到那个样子，没有东西，应该是说台湾有头等舱的只有星宇。长荣跟华航没有头等舱，真假的？我记得 我没坐过，我记得好像没有，我也没坐过啦。星宇有，那星宇的头等舱呢也不错，星宇是直接进环宇环宇的对环宇通关。但是呢，阿联酋的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也是只是进到那个一般的华航的贵宾室，就是有卡就可以进去的地方啦。里面的吃的就不再多说了，这大家都知道。那我飞过去第1段，我是飞商务舱过去的。那商务舱的整个环境呢，你可以看得到，我有拍整个商务舱的内容呢就很简单。后面呢会开箱所谓的过夜包跟睡衣。整个商务舱好处是什么？第一，整个商务舱呢，如果用比较的话，380跟777的商务舱呢，777的商务舱会比较长，那380的呢就相对的比较窄一点，因为呢。如果你到 A380 的商务舱去看到整层看起来好像经济舱的概念，因为商务舱超级多的，但 A380 的头等舱呢只有14个座位，然后呢它有空中酒吧可以使用。A380 的好处就是有空中酒吧，商务舱跟头等舱呢是共用的，一个很漂亮的，我们看到这个氛围你要喝酒，要喝调酒，要吃点心，要吃巧克力，要吃水果，都在酒吧里面都有。然后商务舱里面的餐真的不错，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你到了阿联酋上去的时候，我跟你讲吃不完的东西真的是吃不完。那这是 A380， 那我们到了杜拜之后是转机，那转机之后呢，我们到了杜拜的贵宾室。我跟你讲阿联酋的主场就是杜拜，杜拜呢是整层楼的我记得是3楼吧，3楼。都是商务舱的贵宾室，整层，所谓整层是从这边走到对面去，大概6分钟至8分钟，很远很远。然后呢，它为什么这么远的原因，是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吃的地方我拍的这些环境给各位看最好吃的是什么？有一台冰淇淋车，里面的那个开心果的冰淇淋的口味很不错。那为什么会整层呢？因为你要登机，就是在你的贵宾室直接走下去就是登机口。那上面会告诉你在哪个登机口，是整层的，所以你的部分是这样子。好，那转机的部分呢，你如果坐商务舱就转机就直接到贵宾室去，然后呢，结束之后我们又要飞到马尔地夫了。那飞到马尔地夫呢，我们也是坐777的商务舱，它的座位比较大，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因为马尔地夫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没有机场接送，因为阿联酋没有做机场接送。像捷克这一次呢，去马尔地夫2025年才开幕的 JW1 号，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有介绍最新的万豪酒店，因为我捷克玩汇集然后再来呢，你到了这个机场之后呢，下飞机之后就走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机场接送。好，那我们回程，回程的时候呢，我们到了马尔地夫机场。
我们就直接去报到。那报到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回程的时候是坐头等舱的部分。头等舱的部分一样是777的头等舱。那头等舱呢，在马尔地夫贵宾室是共用的，不要在马尔地夫的贵宾室吃东西。你上飞机，不管你是商务舱还是头等舱，你上飞机会吃得更好。777的头等舱哦，很漂亮哦，整个不管是萤幕很大，但我建议各位，因为那个萤幕啊非常那么大，那看电影啊，我个人比较习惯上飞机自己带一台 iPad 去看哦。但那个头等舱的耳机就不一样了哦 ，B&W 哦，那个耳机，真假的？对，耳机真的是很高级哦。然后还有呢，那个整个不管是所有的备品、化妆台，有个小的 mini bar， 它自动会升起来，2瓶水、2瓶气泡水，然后还有点心。飞机起飞之前还有整盘的零食什么的。好，头等舱我先跟各位介绍，其实商务舱没什么好介绍，头等舱要跟各位精心介绍一下。第一个，他来的时候会提一个袋子给你，袋子里面装了拖鞋、睡衣，还有那个袋子是给你干嘛用的，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是跟个袋子给你打包用的啊？打包什么东西？打包你头等舱里面所有的你要的零食啦、水啦，或者是他等一下会送来那个整盘的巧克力啦，他都可以让你打包。他就是有打包吗？有，我有打包，我回来送给小孩子吃。还有这个记事本，那都是可以带走的。然后睡衣你也可以带走，还有过夜包，等一下会开箱，你都可以带走。那个袋子装得满满的一袋，服务非常的好。然后呢，头等舱的好处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头等舱的餐点。前菜就是一个那个鱼子酱，那生平第一次吃到这么大量的鱼子酱，真的是咸到爆，一坨，而且很咸。吃的啊？咸上面它有附什么蛋白啊、蛋黄啊、葱啊，然后还有那叫什么东西啊？白那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附很多东西，还有饼干让你去沾着鱼子酱吃。一般来说都是寿司加几颗，对啊，那是整盘的。我那个是加倍量，吃 double 量，那你可以跟他问看可不可以 double。好像教坏人家因为我飞第一段的时候看到有人叫 double， 那我也叫 double 来吃啊。好，那不管然后后面的菜就是很多很多的菜可以拉，而且在头等舱有好处，你要叫几份菜都可以，而且他时不时走过来要不要吃巧克力，你只要上去就开始给你喂，一直喂饱，上去跟吃到饱一样。对，然后呢，头等舱你要插座有插座，要 USB 的充电都有，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禁止移动电源在飞机上充电，这个要记住哦。移动电源不要在飞机上充电，你可以充你的手机。那整个里面头等舱就很简单。那你如果要睡觉，可以请他来帮你铺床。那事实上呢，我们先讲从杜拜飞到台湾的头等舱的椅子大小是一样的，只有旁边的空间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机体的关系而的置物空间不同。那你知道头等舱的行李放哪里吗？放哪里？一般的商务舱什么，或者经济舱是放头上，错了，头等舱是放你的脚底下。脚底下你的 carry on 或者是你东西都放你的脚底下，很大的空间，旁边还有衣柜，可以让你放衣服。这个东西都是头等舱的标配。那椅子的话就是睡觉嘛，就是平躺。然后头等舱还有附枕头，一个很软的枕头给你。那你有干走吗？枕头不能看走啦，枕头是他们的，你们只能乱交。枕头跟那个都是那个不能拿走的。那些吃的东西可以带走。那酒吧的部分呢，头等舱呢前面有一个小的酒吧，基本上所有的头等舱客人不会在那边用。然后呢，那边有个楼梯像如果你是坐380的话，有个楼梯可以下到2楼。777好像也是2楼，我忘记了，都有楼梯啊，可以直接下到2楼，但是不能下去，它就是有一个红龙拉起来不让你下去。经济舱的人上不来。然后头等舱的人下不去，就是他们是紧急的逃生的地方啦。那777里面不能洗澡。那777大部分都是睡比较短途的，那380比较长途的。那等一下，好，接下来我们从马尔地夫飞回杜拜。杜拜的时候，因为杰克呢是在杜拜玩了3天2夜，那未来也会 po 杜拜的行程，如果你喜欢的话，不知道的话呢，各位可以到我的 IG 去看。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在杜拜玩了很多东西啊。那有空呢，如果想要了解，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再做一集影片告诉你。好，刚刚讲到了，我们现在到了杜拜，对不对？杜拜来了，重头戏来了，头等舱的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第一，我们从马尔地夫飞回到杜拜的时候，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就有那个高尔夫球车直接把你载走。因为杜拜机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就直接走出去，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车，就走出去，他就直接说这里坐，我们就直奔。他怎么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行李上面都有挂一个那个英文叫做头等舱的，我不知道英文怎么念，一个牌子。
然后而且我们是先下飞机的，他就知道载谁。所有的高尔夫球车都是载头等舱的客人，商务舱没有，直接载去海关，然后过关。过关之后，因为我们是进到杜拜嘛，过了海关，右边就有他们的机场接送。机场接送事实上你在台湾就可以先预约好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房间很大，里面有水可以喝啊什么的，然后你也不用喝啦，反正你就去的时候，他会再跟你确认一下资料，他就给你一张条码。你拿着条码走出门口，你的机场接送的车就在那里。他们的机场接送有分2种级别，现在先告诉你，头等舱的客人是坐最新的大7。我有拍影片，非常的漂亮，一个人一台车，你可以2个人坐一台，看你自己。好，因为我们行李太多，所以我们必须1个人坐一台车。因为你也知道嘛，行李箱后面放不下。因为而且我们这一次去杜拜玩，我们还有去马尔地夫玩，还有带一些自由潜水的那个蹼啊，很大很长。然后因为它比较大型，所以呢，我们的车就是4个人，1人坐一台。你知道吗？那个车啊，全部整片外面全部都是阿联酋，头等舱是坐大7。商务舱是坐大5，然后呢出去给他，他就直接这4台就是你的，你就像一个总统车队，有没有？像那个碰碰车一样，这4台是你的。对，然后它旁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go， 你如果以后在杜拜看到那个 logo， 就是大7那个只要是写阿联酋有一个特殊的 logo， 就机场接送，你就知道这个是阿联酋的客人。然后大5，因为我们在那边是坐头等舱，那商务舱就是另外大5的车子，然后直接送到饭店去。好，接下来呢，我们玩完了杜拜了，要回到台湾。这个都很重要，你一定要听进去。如果你坐头等舱的客人，一定要听进去。我们呢，从饭店要接送到杜拜，然后大部分飞台湾的飞机都是凌晨。我们呢，我们还提早了4个小时进去，车子一样预约，4台大7又来了。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妈的，好像总统车队，哇，去，整排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你要走的时候，在饭店门口排了4台，那个饭店人说。我靠妈，这是谁啊？就是4台大7在门口等，然后行李又上了。好，我们到了机场，就是一进去就是 check in 的头等舱的柜台。分享一件事情，我老婆呢，在我们第一趟往台湾飞到要去马尔地夫之前，在杜拜的贵宾室不小心把一条迪奥的围巾遗落在不知道哪里，那条4万多块，我想说喷了，完蛋了，好险！我们去的时候，请他帮我们问，结果我们回去的时候，还真的有，真的有找到了。然后找到了，我们就把它拿回来，而且在贵宾室里面遗失。好像在贵宾室，杜拜人很有钱，那种迪奥，你知道多好笑？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知道去失物招领中心看的时候啊，你知道我老婆那一条是在最下面，你知道上面是什么吗？后面是 LV， 一大堆的遗失物品，有没有？那个迪奥是最下面的，是的，你知道吗？很好，不是那个可能最下面，我老婆说可能是才刚捡到在最下面，但是他刚开始在找他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前面都是 Hermes、LV 那种很名牌的东西在那边，但下面就是迪奥，找到后来，因为他这边找到了他的，好就拿回来了。我们到了机场之后，直接在 check in 报到以后呢，我们就直接过海关。进去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去贵宾室。好，跟你讲，头等舱贵宾室有分，就是呢，我们本来先进去到一个贵宾室去，那贵宾室是最大的，就是我跟你讲的整层楼的那个贵宾室。但因为我们的登机口是比较远的，所以呢，贵宾室的人叫我们到我们登机口附近的贵宾室，头等舱的贵宾室，很远，超远。然后呢，我们本来不知道，本来想用走的，后来发现不对，走到一半不对，我们就直接随招。他们的高尔夫球车，那可以，它路边就有很多。我跟你讲，高尔夫球车在杜拜机场像计程车一样，随招直接坐着载你直冲过去。为什么？因为他那台车只给头等舱的坐，而且我们本来先坐了一台，然后有一个地方下楼梯，他叫我们换车的时候，因为他的高尔夫球车有很多种，你不一定要找阿联酋的，你可以找那个一般的，反正只要是车你都可以叫。但是你最好是坐阿联酋的，而且你只要给他看你的票。你就知道你是头等舱的票，所以一般人看到也不能叫不行，一般人可能要付钱之类，但头等舱的人就可以坐很远呢，你知道吗？然后好，那头等舱的贵宾室刚好就在登机口旁边。我跟各位讲头等舱贵宾室真的就像一个米其林餐厅一样，我不夸张。我老婆去买这个杜拜非常有名的巧克力，在机场可以买。这个巧克力呢，各位如果知道，非常的红，这一片巧克力700多块台币，很贵。但是呢，在贵宾室里面，你知道吗？我老婆刚好就提得进去嘛。然后那贵宾室人说：“我们那边有，你不用买，真的随你吃。”那个是最简单的。里面所有东西，自助吧里面的东西，说实在的，你不会去碰它。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出了一张菜单给你，里面你可以点什么？和牛汉堡、鹅肝哦，鹅肝是这么宽、这么厚哦，一片整个出来。就鹅肝，它就是鹅肝，就反正还有龙虾三明治。干贝一次就出3颗那种生食鸡肝，你想得到的菜单基本上就像米其林餐，你要吃你要怎么点随便你要吃几份随便你只要吃得下，你随便你点那个菜单上面，你要喝酒要什么都有。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如果假设你今天是要转机到杜拜，或者是往杜拜要出发，建议你留6个小时到机场。吃垮它，不是吃垮它，是你就在那边吃饭，你也不用在外面吃。我跟你讲，我们在登机之前，因为是凌晨，我们又去看了那个阿里发塔的水舞表演，然后我们又去在那边等的时间，我们想说找一个热的吃，我们就去吃了海底捞。你们去吃海底捞，吃到饱，结果到那个机场去的时候，发现靠背啊，早知道在这里吃。我们是因为找不到东西，因为我们要等那个，我们就是在耗时间嘛，因为机场接送要12点才会来嘛。你们是习惯的走进去海底捞？我们就海底捞，而且我海底捞，我跟你讲，我海底捞有等级，进去可以用台湾的海底捞的等级可以在杜拜用。他会讲中文吗？没有，它上面可以输入台湾的号码，但你要收简讯。但你知道好死不死，我手机没有开，然后不能登录，我就跟他讲，他就说没问题，他就直接帮你进去里面，帮你输入，你就等级就出来了。好酷！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海底捞，可以帮我冲一下等级吗？跟你讲，我的等级还算普通高，算中等。他还帮你送东西给你吃，送菜给你，然后再来打折，还有送礼物。好，另外一回事。好，那不讲哦。然后我们现在讲到头等舱，头等舱的贵宾室里面就随便你吃什么那种，然后你要洗澡也可以洗澡，在那个地方洗澡。但我是到飞机上，等一下会介绍。那你要在头等舱的贵宾室里面我跟你讲，我在头等舱的贵宾室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画面。什么？一家人在头等舱贵宾室里面吃什么？你猜猜看？吃什么？他吃什么？肯德基。哈？为什么你知道？坐在里面吃肯德基？不是，为什么？不是，肯德基他自己带进去的，你要带进去吃东西也没关系啊。但是他们一家人吃肯德基，他里面餐都不吃。我在猜啦，可能太有钱了那种餐，对，那个他比较喜欢跟钢铁人喜欢吃那个汉堡王一样。对，他就是家人在那边吃肯德基，所有的餐他都不吃，我整个傻眼，我说哇靠，这有钱到那个餐什么都不吃，吃肯德基，自己外面买肯德基去里面吃点便宜的，只是坐在里面休息而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了就直接上飞机了，上飞机当然就头等舱嘛。那头等舱呢，我们是这一次往杜拜坐回台湾。作为台湾的话呢，当然头等舱的内容大小尺寸实际上都两个机种的内容都一样，不管是什么影片什么都一模一样，都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380长途线有洗澡的，洗澡要特别介绍，真的有洗澡的对，真的有洗澡的。那洗澡的部分呢，看我的影片。介绍一下，开始洗澡了。这个洗澡呢的地方。在里面进来的时候呢，在里面，这个要关起来、锁起来，才会有热水，然后有5分钟的热水可以使用。这边就是现在已经打开了，这倒没有就是没有热水。然后这边可以看热跟热，然后这边也可以呼叫。当你今天要呼叫，他们也可以呼叫进来。那你可以坐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座位区。坐在这里，然后也可以洗澡。那出去洗澡完了以后，如果你今天在高空施压的话，就是呢可能有紧急状况的话，虽然在洗澡，这边有一个氧气面罩可以出来。然后这边如果你在外面这边要呼叫他的人的话，也可以从这里按，呼叫他的人，然后这里都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很多东西可以使用。那有30分钟可以使用这个地方。这里有30分钟，洗澡15分钟，然后还有那个吹风机在这里的时间，还有这些东西，这个所有的沐浴用品在这里，可以看你要用什么。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毛巾，30分钟可以让我们慢慢的洗喽。我们开始洗澡喽。我已经洗完澡了。来看一下这里水才用的，这样子，地上湿湿的，体验还真棒，超酷的。洗完澡，然后最特别的是呢，杰克的脚现在呢脱了鞋子，
看到这个地板呢是热的，又很真贴心的地热。那我们洗澡出来呢，哈，就是很简单。刚刚前面影片有看到，我有拍整个环境的里面，洗澡出来真的是蛮舒服的。然后你又可以穿着他的睡衣在那边睡觉。那这是你第一次在飞机上洗澡啊？对，那只有头等舱没有，只有头等舱可以洗澡，而且一次就是30分钟，热水只有5分钟。但我我没有洗头啦，我只洗身体而已，因为洗头你要这边搓压什么的，你有30分钟可以在里面用，然后5分钟的热水，但你大概2、3分钟，因为它有个表，只要那个表没有就没有热水。然后地板是热的，超好，而且我告诉你，特别的来了，阿联酋的厕所就是头等舱的厕所，有一个专属的服务人员，你就算进去上厕所，那个洗澡跟上厕所同一个地方，你进去上厕所，你一出来他就进去清洁，你洗澡他会先跟你说明，而且呢，他还派了一个，因为我不会讲英文，他派一个中文的人来告诉我这怎么用，里面的说明是他告诉我怎么使用，然后你只要一出来，他有穿一个背心，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专门清洁厕所。他就是专门负责清洁2间厕所的服务人员，你只要进去，他就直接帮你清洁。你只要一进去，反正你进去那个厕所不会脏，专门清洁厕所，屌不屌？很屌哦！哎，那你上完厕所他就进去了？对，你只要一上完厕所他就进去了。就是马上清。那头等舱呢，就跟商务舱有星空顶啊什么，这是标配，大家都讲的。好，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很简单，就回台湾了啦，所以也没有什么送。但是呢，机场接送是有的。机场接送就是我跟我出发一样，它头等舱的部分呢，正常来说是 S Class S 系列的。那因为我跟我老婆呢行李比较多，所以我们是要求她换大车，就是用 V 卡来接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唯一的好处就是呢，其实阿联酋的商务舱跟头等舱都有机场接送，各位可以好好的运用。那以上呢是杰克这一次对阿联酋航空的分享。这个不是用点数换的，是用现金买的。我们来回一个人大概好像花了16、17万，去程商务，回程头等。为了要拍摄给各位看，为了要分享这个所有的2种机型、2种舱位全部分享给你，我都有拍摄这样子的画面给各位看。认真讲，如果一直吃他的东西，用他的东西，可以吃回本吗？不行，吃不了回本。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坐商务舱就好了，因为头等舱座位只是稍微大一点，然后有一个空中洗澡没什么意思，然后吃的东西很多。但是除非你的转机点在杜拜，你的出发点在杜拜，我跟你讲，你就要坐头等舱，因为它的那个餐价值还不菲。但是你真的要有时间去吃，跟时间去用。去吃海底捞啦。对，吃海底捞那次那个就是反正我们只是鸡腰嘛，所以呢，建议坐商务舱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后面有备品的介绍，给各位看一下他们的。过夜包跟的衣服，我们先来介绍。我们来介绍头等舱跟商务舱的差别。先来介绍衣服，这个是头等舱衣服，男女都长得一样，就这样子，一个领子灰色的，所以你以后在阿联酋上面看到人家穿这套衣服灰色的，他就是头等舱的客人。然后呢，它这个是口袋，然后这个呢是商务舱的，它没有领，它是一个套头。然后是这个颜色的，但我跟你讲这2个材质啊，我都穿过我们所有的朋友非常最喜欢的就这个商务舱的这个衣服，非常的软，而且是很贴身、很舒服的。我们到了马尔地夫的时候，连在饭店里面我都穿这套睡衣，真的很好睡。但头等舱这个材质呢，比较没有那么的亲肤。好，接下来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头等舱的鞋子，还有这个有没有看到？这是毛，那商务舱我没有带下来啦，因为真的就像个鞋套一样，一样是这样套的，但它下面的头等舱的这都有差别因为它是一套的一套的。好，再来呢，我们来介绍过夜包，因为你坐长途的有过夜包的部分，我们先分，这边是头等舱，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头等舱呢，宝格丽的部分它也给你个这个袋子然后这都是宝格丽的东西。这个宝格丽的，然后这个袋子也是宝格丽的袋子，然后其他的一些基本的用品，然后女孩子的部分也是一样这边都是宝格丽然后这是宝格丽的，还有这个宝格丽的镜子宝格丽的镜子不错头等舱才有，然后一个袋子，其他的备品的部分。那商务舱呢，一样它也是宝格丽的袋子，然后宝格丽，这也是宝格丽，然后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呢，这个是吉利的3刀头，看一下这刀头有没有不一样感觉一样，感觉是一样这2瓶好像有差对，这香水跟那2瓶，
比较小啊，它好像是不同系列的。好，然后呢，女孩子的部分也一样哈，宝格丽的袋子，宝格丽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不是宝格丽的降级的哈，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化妆镜而已。顺便补充一下，这个是头等舱的男孩子的这里面哦，宝格丽有没有的袋子的内袋哦，蛮好用的。女孩子的呢，就这样子一样有宝格丽。那商务舱的部分呢，就内袋这样子。然后呢，女孩子的比较可爱，比较好看，粉红色的哦，商务舱的。那以上呢是杰克介绍整个阿联酋航空的舱别哦，头等舱跟商务舱的分享，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细的东西，可以追踪杰克的 IG 在这里。杰克只要每次出去玩都会分享，而且会把它变成一个国家，所有的从头到尾我都会拍摄，然后去玩什么。用什么玩呢？什么地方是可以值得，可以让你做你的下次的旅游参考。每个国家我都会放一个资料夹在我的 IG 里面，因为我的 IG 更新大部分只有出国的时候才会更新。如果你想要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加杰克的赖好友小老鼠 JACK8591，我是杰克，我们下次见，拜拜。